是非，前尘暗藏血泪。一别经年难追，道不尽真实原委。命运辗转迂回，生死祸福相随。执念难消，寸真曲伪，任风吹。风雨飘摇，一心不悔，用一生奉陪。至少有你同喜与同悲。揭竿宿命，一往无为，一场梦回。山河明媚，执手与君归。思想来回，心不说成灰。我看在你的情分上，都不会太为难他们。我给你3天时间，好好想一想。来张床慢走。姑爸，姑爸，别哭了，纯纯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六娘啊，你总不吃饭不行啊！你把门打开，娘给你送碗汤进去。你要是有什么怨气，等吃饱了，娘陪你一起打进身府。你娘我也是差点死过一回的人了，那管他是白无常还是白阎王，你娘我一定挠得他哭爹喊娘。女儿啊，娘知道你心里苦，可女人呢，一定得有爱和欣赏滋润才行啊。一个不懂得欣赏的人，要他何用？咱也不能遇到点事儿就被打倒，不是？娘答应你，一定给你找一个对你呵护备至、言听计从的俊俏小伙子，怎么样？啊？俊俏小伙子，我来看看严杏。六娘，是我，潘池。六娘，六娘最近闭门不出，谁叫都不开门。进来吧。这是把我的话听进去了？哎呀，大夫人！啊，金姨娘，刚才可是有外男进了六娘房门。大夫人，你胡说什么呀？什么外男的？我们六娘那是刑部女官，又不是深宅女眷，自然是要会见宾客、处理公务的。啊，六娘自然是贤德的。六娘虽然不是我生的，但也是我看着长大的。都知道。此前她嫁给沈度，我也是胆战心惊，也是希望她能找个好姻缘。可如今既已和离回了严府，总该顾及一下严府的脸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知道吗？如今整个严府都被御茶司盯着，外面在传严家女儿
成了弃妇。如今再有外男随意出入，我只怕别人以为我们严家管教不严。大夫人，明明是我们六娘不要那个狼心狗肺的沈度了，你竟敢说我们家六娘是弃妇！我告诉你，大夫人，我忍了你很久了，我跟你拼了！我好心好意的。什么叫好心好意啊？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呀！别打了！我打！不信我这不是？你们两个快住手！哎，六娘，好心好意的你们也嘘。阿娘，母亲，你们别吵了。爹，啊，我们要出去一下。啊。如是，你胡说八道！那不就老爷吗？别打了！你还狡辩！别打了！继续打！老爷，老爷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你看他！哎，你管不管他呀？你轻一点，你打我脸了！你是通明馆的人，你是严姓？前面拐过去有一条小巷，你们从那里出去，无人知晓。为何帮我们？为了姐妹之情，为了女子有德。多谢。多谢，快走吧。来了，姐姐，快！六娘，春春，快！你可算是来了，我都担心你出不来了。还好，有惊无险。白无常真的跟莱罗芝联手了？从今往后，我跟沈度再无瓜葛。你是怎么绕开御茶寺耳目的？你这几日足不出户，已经让莱罗芝放松了些警惕。看来锤锤是看懂了我的戏。言有耳目，3日当迟。便是严府周围有莱罗芝的耳目监视。3日后，你约我在当铺相见。陆锤锤已经在当铺等我们了，我们想办法绕开暗哨过去。赠与展心，原来她是通明馆邝展心的姐妹。那她今日助我，是因为觉得我替邝展心伸了冤吗？查案鸣冤，本就不是为了谋求回报，今日所得，全是为人心善念，守望相助。锤锤，如今莱罗芝一手遮天，我想到了一个办法。不如你跟江郎行先暂时离开香安，出去避一避风头。我昨日与他虚与委蛇，他最近应该会放松警惕，我们便可以趁此机会逃出去。六娘，不如你跟我们一起走吧。我还得留在这里。为什么？你不会还放不下那个白无常吧？照顾好自己。锤锤，
锤锤，爹，你是第一次出远门，记得万物都没有黄金好。爹爹啊，就给你多备了点金子，路上用着方便啊。来，背上。路上小心啊，听话。爹。好，听话啊。顾板，锤锤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顾板，你为了我，要离开香安，还要放弃义良人的身份，你会不会觉得遗憾？会不会觉得可惜啊？只要有你在，哪儿都是我江郎行施展拳脚的地方。对，那从此以后，我们便做一对惩奸除恶的江湖豪侠。好，多谢。保重。告辞。给我吧。什么叫不见了？属下无能，陆姑娘和江郎行确实已经失去了踪迹，恐怕已经离开了香安。那就出城，去各地找，就算掘地3尺，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。是。她之前就是在骗你，这样的女人，你何必惦记着她？滚！都给我滚！东征守军前来拜见来中丞。阳岳城首府求见来中丞。圆梦城都尉前来拜见。中丞，这几日前来投诚的士卒马车，将府门口街道围得水泄不通，赶都赶不走。如今已有70%的官员都拜入您的门下，只有文人难以成事。各地将领可有动向？各地府兵都尉都递过来拜帖，都表示想借着大朝会之机来香安拜谢中丞。好，6镇府兵已有4名都尉投诚，剩下2个不足为惧。2月初2，看来2月初2是个好日子。飞蛾扑火，朝生暮死，无入轮回，不死轮回。紫薇现世，大仓之福，盛会泰来，天下罗织。盛会泰来，天下罗织。盛会泰来，天下罗织。六娘，阿潘，御茶司如今还没有撤销对严府的定烧，你就这么出来，不怕受牵连？来罗只想牵连我，还差这1次2次吗？我陪你出去散散心，有何不可？听说如今内卫府和御茶司沆瀣一气，香安从此恐怕是再也没有晴天了。流言蜚语听多了，容易伤身，不如去找些乐子。
夫人，严主事，严主事，口口声声说自己醉心于公务，怎么如今在刑部见不着你人，反倒在这儿和无关紧要的人谈情？沈大人，六娘已下职，她隶属刑部，她和谁聊天和谁结交，恐怕内卫府管不着吧？大仓满朝文武除了御茶司，有谁敢不听我内卫府的话？沈度，你看看你如今的样子，百姓们都在说，黑白阎王并肩走，从此人间是炼狱。难道你还觉得被人人避如蛇蝎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吗？你可还记得你曾经说过的话，立下的誓言？人都是会变的。六娘，别和这种人多废话。我们走吧。六娘，你先坐这儿休息一下，我马上出来。六娘，你是否还记得，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？景道再无有断，与景长说再断，这是你教我的。从你我初识，我便想象过你未来的样子。你会成为一名为民请命的女官，流芳百世。如今也只有你还信我心中的抱负。在我眼里，你从来都不是谁的女儿，又或是谁的夫人。你是刑部女官严杏，是大仓最厉害的破案能手，更是我的知己。我只希望你能自由快活地在刑部完成自己的抱负，我一定会默默地站在你的身后。但可惜，如今一切都变了。这朝堂暗流涌动，毫无公平正义可言。你斡旋其中，反受其累。天下之大，并不是只有一条为官之道。或许你说的对。以你我之力，便是四海周游，也能平不平之事，辨不白之冤。严杏，你是否愿意与我一起，逃离这片是非之地，携手天涯？只要你愿意，
我现在便可以马上要了这对狗男女的性命。您现在若放手，恐怕人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正好，免得碍眼。你放心，我会让刑部给沈家证明，不过就是一道折子的事。还有什么需要交代的吗？已经跟家里说过了，出去游玩些时，他们也极为赞成，觉得天大地大，自能心胸豁达，不为俗事所烦扰。出城之后，一切纷扰都与你我无关了。以天为盖，地为炉，一身青云踏风行。撤！撤！太皇太后，没事，无妨，无妨。太皇太后，来人！太皇太后，喝药吧。宫中传来消息，太皇太后病情加重，看来时日无多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当亲自去探望。何人？听闻太皇太后病情加重，微臣心中甚是牵挂，特来请安探望。哦，哀家并无大碍，静养几日即可，来中城无需担忧。
你只管做好你朝中该做之事，安分守己些，免得让人说你不懂规矩。太皇太后教训的是。看起来，太皇太后病入骨髓的消息不虚啊。放肆！哀家面前，岂容你如此不恭不敬？别动气，人命危浅呢。来人！来人！你是来谋害哀家的。太皇太后，微臣怎会有此意？微臣一直以来，可都是忠心耿耿的。来罗之，你本出身低微，若非哀家提携，哪来你今日的荣华富贵呀？可你竟有不臣之心，畜生不如！若非你自己猜忌善妒，容不下旁人，又怎会落得今日的报应？哀家自问，对得起天地，无愧于心，不负大苍，岂能容你来评判？哈哈哈哈！好一句问心无愧。那你可还记得遭你陷害、被你逼死的淑妃吗？淑妃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和她什么关系？也是，偌大的皇宫，谁会记得一个邻国献来的女子，一个活生生被逼死的妃子？当然，更无人会记得他的孩子。阿芷，你要记住，是周许害死了你的娘亲。你父王一死，整个皇宫里就再也没有咱娘俩的生路了。皇后和她背后的周氏一族只手遮天，他们是不会让你活下去的。但是你别怕，娘亲会保护你。就算是死，我也要让你活下去。用娘亲的死换我儿的生机。阿芷，你要活下去，一定要活下去，去夺回属于你的一切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阿芷，奶娘用她的儿子换了我一条命，从此我便是来罗之，和奶娘的一对双生女儿相依为命。出生像飞蛾扑火，殊不知身为蜉蝣。阿娘，母妃死后，高高在上的太皇太后觉得这不过是一桩后宫丑闻，下令宫中不得再谈论此事。也正因为如此，
跟我母妃一同来大仓的女仆，我的奶娘，瞒过所有人的耳目，将我带出宫去。那当年在废墟里面烧焦的那个男童尸首，奶娘的儿子与我年龄相仿，他是自愿替我走入火中的。疯了，真是疯了！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，你是因，所以也当由我来还你这个果。你想怎么样？你如今命不久矣，那小皇帝仍未开智，我看这天下还是交给我，他的这个叔叔吧。这皇位本就是我的，我登基才能更好地延续萧家的血脉。父皇在天之灵也会替列祖列宗深感欣慰的。还请太皇太后这就写下让位诏书吧。哼，让位诏书，痴心妄想。想一想，我那妹妹永安还被关押着呢，还有贤王，也该给她安排一个好去处了。你敢？如今我身为监国，可还是太皇太后一手扶持的呢。永安资兵谋反，铁证如山。从张相身上随便挖出一个给贤王下狱的罪名，也是易如反掌。下一步如何？太皇太后当真想不到吗？我14岁进宫，一生都是在争斗中度过的，可终究还是疏于防范的。你大可等我死了之后，什么样的诏书不是随你编来吗？啊，哼，不过也是个沽名钓誉之辈，想名正言顺地登上这位置罢了。百官大朝会之日，便是我母妃的忌日，也是我留给你的最后期限。到时，我母妃会看到她的儿子光明正大的回来，她的忌日，便是她孩子的登基之日。
算日子，应该已经到了。撤！这是南郎的界碑，我们终于到了。师傅，陈大人，徒弟啊，收到你的飞书来信，我算着你们也该到了，没想到还更快了一些。师傅，如今香安城到处都是来罗支的爪牙，安全起见，我们途中不敢停歇。你想要知道的事情，果真不简单呐。原来6年啊，早就找陈大人暗中前往南廊，调查来罗支的身世了。我之前听锤锤说，来罗支母亲的墓碑上只有碧落之名，却无家族姓氏，便让野云去查探了一番。只见祭拜未烧尽的纸上画着海螺，而大仓祭祖的纸钱上鲜少有这类图案。倒是听闻南廊有崇拜海螺的，野云在地上还发现了泼洒牛血的痕迹，以牛血为祭，也恰恰是南廊的风俗。师父，碧落竟然就是当年南廊献给大仓先帝的书费。没错，不过这个碧落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去，恐怕连他的亲生儿子都不知道。明日大朝会之后，一切就尘埃落定了。等了这么多年，若他明日乖乖交出皇位，还差那么点意思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西城共使觐见献宝，南廊共使觐见献宝。今日万邦来贺，共襄盛举，愿敦睦邦交，四海升平。本固邦宁，当与民更始，同天下率土归心，方可耀千秋，为长久，择才为贤，自会定乾坤。同天下，为长久，是乃大国之责。恭迎太皇太后，千岁千岁千千岁！朝会盛举，普天同庆，太皇太后欣喜，得以并御，赐宴群臣。谢太皇太后隆恩。
太皇太后才愈，不宜操劳。若旧疾复发，那可就不好了。太皇太后是不是有旨，要在大朝会之时向百官招布啊？来中丞真是越来越不懂规矩了。多亏来中丞提示，哀家确有事要宣。前些日子，哀家突患恶疾，无暇朝中之事，诸多事宜暂交给御茶司督办。来中丞颇为辛劳，如今哀家身体痊愈，陛下也随太傅精修治国之法。即日起，来中丞不必再行监国之职，去了御茶司凡差，安生歇息去吧。